在手机领域要说结构最精密复杂的，非折叠机莫属。而国产折叠的技术实力，目前来看绝对是引领世界的存在。但即便是在内卷和领先的背景下，国产厂商们依旧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啊。那我手里这台荣耀最新发布的 Magic V6就打响了第一枪。照例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它这次的外观设计啊。这次的主打色呢是专为马年打造的这台赤兔红，那红金搭配的这个奢华感很足啊。后盖用上了绒马环保皮，做出了类似马毛的立体花纹，并且触感细腻，属于耐脏耐油污的类型啊。八边形镜头 Deco 四周呢还做了精雕纹理，凸起高度相比上代更加克制了。不过相应的这个机身也要厚了那么一丢丢。那重量上，雪域白配色是最轻的，实测呢只有222克，比 iPhone 17 Pro Max 还要再轻7克啊。外屏变成了直屏，边框更窄，八角做到了对称，直角中框呢也都做了倒角处理，实际握持起来无论是折叠态还是展开态都不会有硌手的感觉。那值得一提的是，这回附带的手机壳很用心啊，材质跟机身后盖保持一致。Deco 外圈呢不仅还原了纹理设计，它还是一个支架，好看又好用。我去 MWC 这段时间拿它当主力机用了1周，那其实相比荣耀向来出色的这个轻薄手感，这次更让我感到惊艳的是内外这2块黑钻屏啊。具体呢，咱们就边拆边聊。第一步，关机后取出卡托，卡托继续沿用双卡背靠背方案，材质呢是金属加塑料，内侧有防尘防水的胶圈。第二步，拆卸后盖和外屏，加热后酒精配合拆卸片划开粘胶，分离后盖。那我拆这台雪域白后盖呢是采用航天特种纤维材料制成，厚度也从上代的0.35毫米下探到0.34毫米。Deco 的装饰板和摄像头镜片呢采用一体化设计，因此材质肯定也是玻璃啦。后盖内侧 Deco 左下角贴有一小片散热膜，底部有泡棉填充机内间隙，提供缓冲保护。Deco 通过潜望区的 CNC 加工痕迹可以确定是金属材质啊。内侧还有黑色注塑填充。Deco 通过4颗螺丝和粘胶固定在后盖上，左上角和右侧各有一条 FPC 天线，天线通过金属柱和主板连接。内衬边缘的多根金属柱呢也同样连接至主板，使金属 Deco 成为天线的一部分。那顶部的2个触点证明 NFC 线圈就藏在 Deco 内，位置合理，方便使用。防尘密闭泡棉分布在3颗后摄激光对焦传感器以及后置麦克风收声孔4周，收声孔和右侧密集排布的小孔内添置有白色防水透气膜，取下透气膜就能看到泄压孔，它和麦克风收声孔一同通向 Deco 下方的这个微缝开口，微缝开口做的要比上代更加隐蔽了。那如果不是非常仔细的观察，你很难注意到这里。加热后，酒精配合拆片划开粘胶，自左向右打开外屏，卸下螺丝取入盖板，挑开接口分离外屏。外屏来自京东方，使用 Q 式发光材料。那这次全新升级的这块黑钻屏的一大亮点就是实现了以往技术上的不可能三角，它同时具备抗刮、耐磨和抗反这3个特性。那传统的你像苹果、三星那样的抗反 AR 镀膜是通过高低折射率的材料交替堆叠实现抗反效果的，这里面呢会有软质的2氧化硅，所以在实现抗反的前提下，必然会降低屏幕的抗刮耐磨性。而荣耀呢属于另辟蹊径直接用单一材料氮化硅，通过控制氧含量来实现折射率的渐变，从而达到抗反的效果，并且氮化硅这种材料还是最硬的那荣耀这么做的原因，一方面是在传统方案里，大家熟知的康宁已经手握大量的专利了，但更重要的还是实现了前面说到的不可能三角。实际效果我们直接对比三星 S25 Ultra 和 iPhone 17 Pro， 大家感受一下。那从灯光的强弱看呢，比苹果好一些，比三星弱一些。但是苹果、三星都有比较明显的光晕，而荣耀则没有，暗部呢会更加的深邃。外屏尺寸6.52英寸，相比上代呢略有增大，并且边框也进一步缩窄，分辨率呢也随之提升。护眼方面，低亮度采用4320赫兹的超高频 PWM 调光，中高亮度是类 DC。实测外屏手动全屏最高845尼特，强光激发后呢来到1964，10%窗口下突破4256尼特。屏幕背面是全覆盖铜箔，驱动板上覆盖抗干扰贴纸，底部使用 LIPO 封装工艺压缩了下巴宽度。揭开贴纸，触控 IC 被屏蔽罩保护，吹开屏蔽罩，发现触控 IC 彻底被封胶所包裹，完全看不出芯片的私印信息。使用刀片刮开部分封胶后呢，才能隐约看到新思 S3911V 字样。
第3步，拆卸主板，大折叠常见的双3段结构，左侧的散热膜分布在内屏前摄、主板右下角、电池以及底部扬声器位置，右侧的副板和顶部扬声器上呢也有散热膜的覆盖。外屏 DDIC 的对应位置贴有缓冲泡棉保护外屏，即便在如此轻薄的机身内啊，荣耀还是塞入了66瓦的无线充电线圈，并且支持反向充电。线圈下方的散热膜覆盖了电池的大部分区域，面积呢有3700多平方毫米啊。卸下主板区域的所有螺丝，取出多块接口盖板，挑开闪光灯排线接口，取出主板盖板。盖板材质呢是金属加塑料。由于机身厚度的限制啊，盖板只保留了右下角这一小块。上方沾有闪光灯排线，排线上机身有激光对焦传感器、一颗闪光灯灯珠、后置环境光传感器、Flicker 传感器、后置麦克风以及用于万能遥控的后置红外发射器。盖板内侧金属区域呢使用黄色的绝缘涂层保护，下方的无线充电线圈啊，即使算上散热膜，也只有0.22毫米，相比上代呢又薄了一丢丢啊。回到主体部分，首先挑开左侧电池接口，为了彻底断电，转战右上副板区域，撕下散热膜，卸下螺丝，取出盖板，随后挑开右侧电池接口，彻底断电，转回主板，挑开主板上的所有接口，取出所有后摄和内屏前摄，主摄和潜望固定在一个金属防滚架内，潜望采用一次反射方案 ，CMOS 放置在模组一侧，主摄和潜望的 CMOS 尺寸呢和上代保持一致。实际的影像能力啊，我在西班牙呢也拍了几天，那给我的感受啊，至少在折叠机序列里是比较全面的了。那不管是超广角1倍、3倍还是6倍啊，户外、室内、夜间都能保证不错的成片质量。再加上雅固滤镜啊，拍人像也足够出片啊。你像这几张杰林的抓拍摆拍，那绝对是它的颜值巅峰了。卸下2颗子母螺丝，取出主板。主板采用双层叠板设计 ，PCB 来自奥特斯，下层板呢使用0.55毫米板材。主摄和潜望采用破板下沉设计，直触中框。超广角架在主板上，和 SOC 背靠背放置。那为了避免积热问题呢，荣耀在超广角的位置上贴了一块绝缘隔热贴纸来隔绝热量。主板接口和小元件四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顶部麦克风和内屏的环境光传感器集成在主板上，背面的屏蔽罩有铜箔的覆盖。主要发热芯片位置呢涂有导热材料，撕下铜箔，清掉导热材料，吹开屏蔽罩。分层后可以看到2层主板之间并没有添加导热凝胶。核心3大件的 RAM 是海力士的 LPDDR5X 规格，右侧的 ROM 呢来自三星，采用 UFS 4.1 规格。上方的射频收发器继续沿用旗舰级的 SDR875，那它在国行版本中是非常少见的。角落里还有荣耀自研的射频增强芯片 C1+，其余的芯片信息大家直接看图。中框主板区域啊，防尘密泡棉分布在顶部麦克风收声孔和内屏前摄四周 ，SOC 对应位置呢有做镂空设计，让核心直触 VC 带走热量。上方残留的导热材料加强核心和 VC 之间的导热效率。内屏前摄、潜望以及主摄边缘呢有做线位结构，防止镜头偏移。线位结构上还有红色缓冲胶垫保护镜组。第4步，拆卸副板部分，卸下左下副板区的所有螺丝，取出接口盖板，挑开接口，拔出尾插排线。排线上集成有单舌片设计的 Type-C 接口以及 SIM 卡卡槽。C 口呢来自 LCN 前德电子，内侧有防尘防水的胶圈，继续沿用5Gbps 速率的 USB 3.2 静音规格，支持 DP 视频输出。C 口的厚度相比上代啊又薄了一点点。旁边的卡槽继续使用更薄的柔性 PCB 加金属片方案，相比刚性 PCB 卡槽能降低一些厚度。取出左压副板，接口和小元件四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薄弱位置呢通过金属片加固。取出底部扬声器。底扬采用和上代一样的 AAC 瑞声科技 1216A 规格，内部填充有 N-Base 声学增强材料。那由于超薄机身的内部空间非常有限，扬声器的前腔需要借用中框的一部分，再通过四周的橙色胶圈密封，达到降低扬声器厚度但不影响音质的表现。那中框左下副板区域为加强单舌片 C 口的结构强度，金属边框的对应位置呢特意进行了加厚设计啊。挑开右上副板区的所有接口，卸下所有固定螺丝，取出盖板和顶部扬声器。顶扬采用和上代一致的歌尔股份115G 规格，内部同样填充有 N-Base 声学增强材料。顶扬呢同样采用结构复用设计来降低扬声器的厚度。取出右上副板、外屏前摄接口，还有盖板固定防止松动。取下盖板，挑开接口分离前摄，内外2个前摄无论是外形还是规格都完全相同啊。副板 PCB 来自华通电脑，使用0.4毫米板材，接口和小元件四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薄弱位置呢有金属片加固。上方集成有外屏的环境光传感器，整机共配备内外后3颗环境光，属于大折叠的标准配置了。取出用于隐私通话的微单元，继续采用上代同款 AAC 瑞声科技的0710规格。
撕下外屏 DDIC 对应位置的缓冲泡棉，卸下右下副板区域的所有螺丝，取出右下副板接口和小元件四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薄弱位置呢有金属片的加固，马达对应位置贴有压紧填充泡棉，防止松动。底部麦克风集成在副板上，整机一共搭载了3颗麦克风，取出 X 轴线型马达，采用9515规格，那这个尺寸显然就是为轻薄折叠专门定制的了。中框右下副板区域底部麦克风收声孔和右侧密集排布的小孔内添置有白色防水透气膜，取下透气膜就能看到平衡手机右半边气压的泄压孔，那泄压孔通向边框上的这个洞第5步，拆电池，观察电池四周没有发现快车设计，酒精配合拆机片取出电池。我手上这台16+1TB 的版本，因为是工程机所以电池并不是新一代的青海湖刀片电池，但实际零售版都会采用新一代的青海湖刀片电池。我们也拿到了单独的这2块刀片电池，2块电池一高一矮都采用单电芯单接口方案。那官方宣称含硅量达到业界史无前例的32%，使这台超薄大折的电池容量来到了夸张的7150毫安时直接比上代多了1050，制造商呢为珠海冠宇。能量密度通过包装尺寸计算呢，高的直接来到了离谱的964瓦时每升。那即便是密度相对较低的另外一块呢，也有881瓦时每升不仅远远超过了上代电池能量密度，也轻松登上了响柴能量密度排行的头把交椅，并且是远远领先于年前刚刚发布的 Magic 8 Pro Air。那看来密度走进4位数指日可待了。CR 电池保护板上的绝缘贴纸，2块保护板均采用 SIP 系统级封装，内部集成有电池能效增强芯片12，包装内附带的是一个体积超级小、镶着金边的120瓦的氮化镓充电头。那对比友商的同功率充电头，你就能看出非常明显的体积差距了。并且呢，它可以兼容众多主流品牌的手机、平板、笔记本等数码设备，一头在手，出行无忧那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Magic V6 最高支持的是80瓦，实测峰值功率呢是66.9瓦，1到100充电用时49分钟。电池大了这么多，但充电时长对比上代几乎是没有变化的。还有一点必须要提一嘴的是 ，Magic V6 通过优化机内各个部件的尺寸，使电池仓占比达到了整机体积的27.02%，在上代已经非常极限的基础上呢，又提高了2.07%，继续扩大对友商超薄大折的领先幅度第6步，拆内屏，加热后酒精配合圆头镊子分离4周包边，拆一片小心划开内屏粘胶，分离内屏。内屏来自京东方，使用 Q10发光材料，尺寸和分辨率和上代一致和外屏一样的黑钻屏。那这次内屏呢，也使用了新一代超润 UTG 超薄柔性玻璃保护，护眼方面和外屏一致实测内屏手动全屏最高657尼特，强光激发后呢来到1297%，10%窗口下达到了4712尼特内屏背面继续沿用更加轻量化的碳纤维支撑板，中间是减少弯折应力的网纹结构，驱动板设计在屏幕左侧，上方覆盖抗干扰贴纸。那揭开贴纸，发现触控 IC 呢也有屏蔽罩保护，吹开屏蔽罩可以看到触控 IC 被封胶完全包裹，无法看到芯片的私印信息。小心使用刀片刮开部分封胶后，就能看到新思 S3931T 的字样。中框上的所有开孔呢都围上了防水胶，有效防止液体进入电路部分，让整机通过了4米水深30分钟的 IP68、IP69 的防尘防水测试。那这也是业内折叠机首次实现4米级别的防水左侧电池仓位置继续沿用碳纤维支撑板，实测碳板的厚度呢仅为0.135毫米，相比上代的0.17又有压缩，也要比右侧的 CNC 电池仓薄了非常多。碳板不仅可以降低重量，还能将节省出来的空间呢让渡给电池。中光右侧内屏 DDIC 的对应位置贴了一圈泡棉，提供缓冲保护。泡棉的左侧是一片面积为3400多平方毫米的散热膜 ，CR 散热膜下方就是2800多平方毫米的 VC 均热板，面积相比上代大了100平方毫米继续沿用纯钛材质 ，VC 相比上代呢加厚了一点，来到0.25毫米，这使 VC 内部的体积变大，以提高均热能力。那这里还是要特别说明一下 ，VC 主要是依靠内部的气液相变实现快速均热的。纯钛导热系数较低的问题呢，并不会明显削弱整机的均热能力，反而钛凭借更高的强度比，在减轻整机重量的同时呢，也能为纤薄机身提供必要的结构支撑。最后一步拆铰链，那中间固定铰链的螺丝全部灌满了透明的防漏胶
镊子挑出封胶后，才能将螺丝全部卸下，继续割开主排线固定盖板的封胶，取出盖板，即可将铰链和中框分离。那铰链的上下两端贴有手撕钢片，两侧的门板上覆盖非常光滑的黑色贴纸，以降低内屏弯折区域的摩擦力。那两侧的门板采用轻量化的碳纤维材质，这次整个铰链的打孔率又进一步降低，极致低的打孔率呢就能提升铰链的一体性，那么带来的平整度和一致性呢也会更好。并且还用上了2800兆帕强度的盾构钢，那这比一些汽车上的 A 柱都要高了。从这里呢，也不难看出，荣耀并没有简单粗暴的去追求极致的轻薄，可靠性方面同样兼顾得很出色啊。剩下的中框部分呢，在主排线穿过的区域也贴有光滑的黑色贴纸，使主排线在机身弯折时的摩擦力呢大幅下降，保证长期使用的稳定性啊。最后的中框总成必须是纳米注塑 CNC 一体成型方案，边框和内框都采用荣耀自研的高强度七烯铝合金。好了，拆解就到这里啊。那拆到这里，照惯例呢，应该是重思归位了。但这次呢，咱们换个玩法。其实，在做这个项目之初呢，本来是有一个大胆的 DIY 想法。那基于荣耀密度高的可怕的青海湖刀片电池，是否能进一步把 Magic V6 做薄呢？那理论上显然是可行的，只要把限制厚度的底下的这个 Type C 口和 SIM 卡槽去掉，就有可能在保证一定续航的前提下搓出来。但事实上，想要做出更薄的相同密度的刀片电池，我这种民间 DIY 显然就实现不了。那最终的结果是搓了一个无打孔中框。从内部可以看到，如果去掉 Type C 口和 SIM 卡槽，再把下扬声器的 box 的形状调整一下，至少还能再多出个300-400毫安时的电池容量。那虽然这个 DIY 并不成功，但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也能想象未来的一些可能性。其实去掉 Type C 口、SIM 卡槽、喇叭开孔这些，目前都有现成的可替代技术。那么折叠机的单边厚度就有可能压缩到4毫米以内。那相应的类似 Air 的机型呢，也能实现更极致的手感。那这次 Air 也做了 V6一半的 DIY 机型，也是无打孔中框的设计。虽然内部结构还不算完整，但是不到95克的重量拿在手里，确实有一种非常不真实的感觉啊。而所有这些形态的畅想，都是基于荣耀领先的青海湖电池技术。最后呢，我们再说回这台荣耀 Magic V6啊，简单总结就是在保证出色的轻薄设计之外，这次在实用性上继续加码。而这个实用性呢，是得益于领先行业的黑钻屏和青海湖刀片电池，另外还有目前大这里唯一的满血第5代骁龙8至尊版，旗舰级别的影像配置，以及具备强大 AI 生产力的 Magic OS 10。那这一套下来，确实能称得上折叠大满贯这个称号。感觉下半年留给苹果折叠机的发挥空间越来越小了。那我个人也非常期待荣耀后续能在形态上有进一步的探索和落地，咱们一起拭目以待吧。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欧斌，我们下期想拆再见。